这美国讲说这个有国家安全的，要回来，要 outside of China 了，看起来最方便，它就是回来台湾嘛。比方说很多 AI server 就回来做组装就供应给美国。也就是说，你没办法叫国际的人才来台湾，那你就是在人才旁边设立一个办公室给他用。就因为我们的这个是 R&D Center， 可能是在全球布局，也是一个模式。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安琪，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小白看产业。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曾经简单一点点的聊到非红产业链，觉得是台湾的机会，可是就有观众留言，觉得不太以为然。这个是好事，觉得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可以好好讨论。然后我们就找专家来帮大家解答，所以要欢迎今天的来宾是阿皮亚的院士，也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特别叫做中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刘孟俊所长。所长欢迎。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就开宗明义，就是讲到非红供应链嘛。然后所长给我们的大题目是从中国加一到台湾加 N。那我们先说中国加一哦。中国加一其实不是最近几年事情，10几年前就有嘛。不过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本来很便宜的人力成本开始往上升，所以大家觉得说好像生产的工厂要往外其他比较便宜的地方移。可是现在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了是事实上这 China Plus One 这个这议题，其实我们可以追到更早。其实日本企业里面的战略。我们知道在日本跟中国之间所谓的民族情结各方面都有。那无论是 Toyota 也好，是Nissan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日本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可能因为在某些什么7月7号或者什么时候，对不对？或者是可能是外交上面，或者是因为钓鱼台等等，所以中国里面的群众。可能对于那个日本企业里面会造成一些冲击等等，所以日本企业里面他们的是企业里面就有一个战略，或者是除了在中国有一个产线，可能在中国以外也有别的产线，它所以是称叫 China Plus One， 而且是中国是电冰箱产线，可能是境外也是电冰箱产线，可能是刚好是个你可以讲说对称也好，因为这个是 UB 有备援的基地因为譬如说。要是中国的境内里面发生一些事件，所以它的产品出不了货，可能在中国以外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做一个弥补的一个动作。就这个的话，可能是在美中贸易战或者是 COVID 有着物流一个中断的时候，这种更加突出嘛，是这样子。所以说沿用当时那个叫 China Plus One 这种概念来出来。所以这个基本上里面可以看它的本质应该是比较避险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 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就是一个是避险，然后一个是因为中国我们刚刚讲中国的人力也没有以前那么便宜，现在还要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当然是刚才讲非红供应链，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议题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用非红供应链。如果你想说所有产品都要用非红供应链，那是很显然的嘛，那成本一定大幅度上升嘛。所以现在也想是所谓非红供应链，意思讲说是具有国安意义的。就美国在那个叫做是国防授权法。那可能有资讯安全，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这种特殊的一个规格的产品等等，这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有这个顾虑。不过国安有的时候解释起来很大，像家里的扫地机器人，说不定哪时候也跟国安相关，它可以收集人家家里头的数据，然后送回去，可以这样解释嘛？所以它里面讲。无论是美国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譬如说好了，我要训练一个自驾车我这个产品要去美国好了，要卖到中国去，是不是也要在北京要训练？那你讲说这种训练的时候，是不是有收集对方的那个交通的一些情资？
那同样的，美国也讲说啊，你中国的自驾车要来美国，要是练车，一定要去收集数据嘛，是不是也讲是有这种顾虑？所以这个彼此都会有一种信心。我觉得很概念上是最终是信心问题了。飞鸿供应链，扩展往下讲，好像就会有很多层面可以谈哦。一个就是像刚刚讲说，现在主要一个是因为地缘政治、国安嘛，那会不会哪时候像那个川普经常讲，他跟习主席是好朋友啊，万一哪一天那个国安的问题不见，那大家对于飞鸿供应链的估计是不是就消失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层面啦，可以讲。然后还想请问所长是，那假如这个飞鸿供应链还可以因为国安的问题持续下去的话，那大概可以几年？那这几年当中，我们是台湾是得利还是受害？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其实还是有贸易关系，然后台湾有一些厂商还是跟中国大陆买原料，那没有便宜原料怎么办？那这样好像讲起来很多层面，是很多层面了哈。你讲说是这个国安议题，当然这个就是国家安全，好像是也没什么可以争议，这个就是价值的问题嘛哈。还有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不可以再延伸再想一想，会不会是说国安是一个表面上的议题？其实真正的议题是讲说是对手加快速度来追赶的时候，把它狠狠的打一下。我就趁这个机会，还是用这种诉求嘛，对不对？就是讲说啊，用所谓的，就好像是把你追赶上来的那个梯子把它推倒，对不对？阻挡你追赶。所以，譬如说，你现在看最明显就是 AI 嘛。AI 譬如说美国的 AI 晶片，就为什么高阶晶片不卖给中国？那中国当然就是我在发展AI 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去迂回，用绕过去这样子？我如何讲说啊？我这发展一个 AI 系统，我算力少一点，但是我演算法写得不错，我能源很便宜，我的那个 data center 的基础建设更便宜，等等，我这整个系统来 bypass 美国的，只是在算力这边来阻挡我。对，也有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里面，已经不光是一个供应链上的竞争，其实是在科技上的竞争，这样子。可能是这样往下看，可能这个很多反而是看得更清楚。就换句话讲说，现在所谓的在科技上，往在深一层里面，可能是一种产业标准或科技标准。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现在还没有标准化嘛，像无人机有没有标准？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标准。可是现在中国的无人机表现的就蛮突出的，行销全球。对，但是消费用的啦哈，对不对？军事用那是另当别论的，是这样子。那大疆无人机，那科技厂商里面的大疆无人机啦，还有华为啦，什么阿里巴巴等等，很多中国著名的大厂，往往是跟科技有相关。会不会这个飞鸿供应链，反而把中国大陆逼得更厉害啊？这个必然啊，必然。因为我看过去来讲，我说逼得更厉害，就是更厉害的砸很多经费在做科技研究，就是毕竟他们人那么多，聪明人也很多。像那个 DeepSeek， 当时一出来就让美国惊呆，让全球惊呆。可能他们之后还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还是会出来。其实这个是另外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用这种方式绕道而行，会不会有就是什么，就是说是会到 frontier， 就是还是一个边界啦。边界就讲说算力还是很重要，你用别的方式来迂回，就是基础的那些硬体的建设，就是 NVIDIA 里面的高阶晶片，那你绕不过去，你绕不过去，你用别的东西，譬如说好了，演算法再写到最后，你还是没办法超越，那能源上面怎么去省能源或绿色能源，这也很重要。还有 data center， 你再怎么便宜，还是有便宜的到极限等等。所以刚刚所长讲到，硬体建设会是中国大陆很难跨越的一个障碍。那这一部分台湾现在就领先，对不对？某些啦，应该是这样，是某些领域，倒不是。所谓的某些是，譬如说是那个每个领域只有某一些，譬如说在哪些？譬如说 AI 里面，我们现在比较强是 AI 晶片嘛，对，就TSMC，那是帮
NVIDIA、AMD 等等，像 Apple 啊的，他们所要发展 AI 的系统里面就不能绕过台湾。就整个的那个生产链这样子，对，半导体的生产链。然后韩国供应最多是 HBM 嘛，就是 AI 里面讲就是等等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些国家里面是在某些层面会有自己的一个角色。现在我们在硬体建设方面，大概外面以红色供应链跟以红色跟非红来说，大概差距几年啊？中国大陆要赶的话，有可能赶得上吗？或者是说要赶几年的时间？我现在可能有个想法是讲说，因为美国里面想比较依赖中国，对不对？所以要发展自己的非红供应链因为这个我的稀土也要仰赖中国，然后我要的原料药也是来自于中国。当时 COVID 中国的物流断的时候，美国、欧洲等等就觉得会痛，就知道讲说，我现在是把所有的重要的那个上游全部集中在中国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为什么要求是 China Plus One 等等，这样，可是那个 COVID 也结束了，那是不是大家就开始应该要回去啊？可是他想要维系这个的时候，就讲说有一些关键的领域，你一定还是要继续留在外面。他就诉求这个可能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跟产业安全有关系，跟经济安全也有关系等等。所以欧洲特别是讲说是要去风险嘛，美国那边可能要求是要去中国的那个成分嘛等等这些。所以这些诉求意思是讲说，看起来是应该是全球化走到一个的时候，要反弹再回去，这个味道是这样。在全球化里面，是不是讲说最有消费能力是在美国，对不对？就是大家一个全球分工，这边消费，然后这边制造，然后大家都各自赚各自的钱。而且美国跟欧洲里面又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叫做领先消费的角色。就比方说好了，你就说是 Internet， 你看 Internet 绝对不是发生在中国 ，Internet 这个想法是发生在美国，对不对？Apple 也不会发生在中国。所以说，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是叫做领先的消费市场？因为它可以带动从需求来带动创新那中国刚好就扮演它是扮演全球里面降低风险的降低 inflation 的地方。因为我是可以大量制造，然后中国的工人又很 smart， 很会学习，所以而且现在在中国里面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在科研里面，就是所谓的工程师红利。那美国的很多创新是在校园，是因为在校园里面很多那个顶尖的科技 talents， 对不对？但是中国里面的话就是那个工程师，所以什么东西你知道美国人发明好，到中国一生产，马上就可以降低。但是中国的工程师他不需要知道说发展这个杯子，发展那个 Internet， 发展什么东西，它学术的原理是什么？但是你有个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复制得出来。所以这是以前全球化的好处。可是然后渐渐的就有一些人的私心跑出来，也不是讲国家的私心。对，因为美国就想说，搞了半天是吧？那个失业全部在我家。不管怎么讲，就人类的大历史来讲，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税障碍，甚至一个国家里面的城市跟城市之间都会有贸易障碍，要收钱嘛，关税也好，或者中国以前叫礼金嘛，这样子，全部都是财政税收的来源。从大历史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个全球化，反而是非常 unique 的，才30年，对不对？现在变成在当回去，好像怎么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似乎来讲好像又只是很少是有像美国川普一样，是把这个话那么露骨的讲出来，那么露骨的讲出来这样子。但是也有人不认为，我说有一些讨论是不认为讲说这个是全球化结束，只是全球化的转型而已，不可能是完全是打破，完全是每个国家都是孤立的，对不对？所以可能是所谓的供应链破碎化，或者供应链区域化来取代所谓供应链的全球化。所以就是所长，你给我们的大题目刚好就是从
中国加1到台湾加 N。所长所谓的台湾加 N，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帮大家描绘一下。这个台湾加 N 就是因为刚才讲了一些情况，所以台湾的企业或者台湾的产业是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相对别的国家有局限，因为过去来讲，我们台湾所谓的跨国生产或者国际化生产，几乎来讲都是往西边走对不对？对，就是那边又沟通方便，沟通方便，成本又便宜，然后就距离也算近，然后小企业里面国际化的能耐也没那么强，就全部移过去那边。所以那时候有个 story 嘛，就是老板娘是在台湾嘛，老板就在海外嘛，是这样子，这种模式。所以一个企业的国际化的一个形态就看着非常有局限。可是现在的话，就是所谓的去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叫慢全球化等等，反正很多名词。这反而是所谓的非红供应链也好，或者是就是变成是说我们的供应链要回流台湾。这美国讲说这个有国家安全的，要回来，要 outside of China 啦，就是在中国呀，看起来最方便，它就回来台湾嘛。譬如说很多 AI server 就回来做组装就供应给美国。接着川普就要求台湾嘛，就是到美国去投资嘛，等等，就很多 story， 对不对？加 N 就加美国这样。对，按照 China Plus One， 你那个 One 大概就想的应该就是东南亚。所以这个时候是迫使台湾，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也要投资，在先进国家也要跟着投资，就是等于是在台湾在补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讲这些全球化里面台湾没有做的，就是所谓的企业的一个全球布局，这时候就变得来了。所以台湾加 N 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 N 里面的话就有各种含义嘛，譬如说是所谓的那个量产型的，就是量产型的，就是讲说在中国里面就很量产，因为靠的是土地的便宜、劳动力便宜的这种模式，看起来不可能在美国复制，也不可能在欧洲复制嘛，所以可能比较像就在东协，对，就是复制，这是量产型。但是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技术搜寻。或者是我的海外布局是要服务我的客户，这时候就是会跟那个到美国投资就比较接近，要跟客户的沟通。那我预期得到应该是到美国或者在欧洲里面布局，其实也不会那么简单，应该是去运用他们校园里面很多聪明的脑袋去接。就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说你没办法叫国际的人才来台湾。那你就是在人才旁边设立一个办公室给他用，就我们的说的是 R&D Center， 可能是在全球布局也是一个模式。所以其实像台积电已经算是有在做这种台湾加，因为他们在日本有设厂，德国、美国。昨天我们录影的前一天，刚好台积电法说会嘛，他们已经投资几千亿，明年还要再加码投资。对，还有在扩厂、在扩增。所以这个是一个所长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要有的布局不是像有一些人担心说那这样子台湾的重要性会不会变低？所以就是台湾加 N 里面的话，就是说台湾要扮演什么角色？那刚才我们回来讲说，当时的老板娘在台湾，老板在海外，对不对？老板娘是很重要的。老板娘里面就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收钱嘛，对不对？还有收订单嘛，对不对？好，那其实很多 know how 是在老板头上，因为他事实上就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里面设厂这样子事实上就目的是讲说是老板就是最核心的嘛，这样子但是台湾加 N 里面就已经不一样了。就台湾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基地里面，我们台湾也没有那么多那个劳动力，我们土地有限，各方面资源，毕竟还是一个海岛，所以台湾里面就要扮演什么？就是扮演真正的叫总部经济，要扮演这样子。另外一个的话，你刚才讲是台积电的法说会，讲说在 Arizona 那边还在继续扩大，但是我相信是最核心的。还是在台湾里面做，验证过了，然后再复制到那个在美国、熊本等等其他地区，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预期得到啦，其实台湾的企业里面运用到全球人才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我们讲的不是蓝领，是白领，应该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
我们讲一点台湾基层小老百姓的担忧，就是那这样子工作机会都跑到国外去了。应该还不会那么悲观啊！我现在我觉得最苦的应该是台湾的企业，永远找不到人才，对不对？因为我们中经院里面，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企业是在扩张嘛，受这最大的局数不是订单，但是订单也很重要了。好，然后也说实在也不是资本，是找不到人才，找不到人，因为台湾的人口老化嘛，有少子化。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学校里面不是在扣那个嘛国际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又要花很多时间在思考，我们怎么去运用全球的人才。那这当中会不会哪个时候又有企业觉得，中国大陆的人才也很好用啊？然后到时候这个大家对于红色供应链的顾忌又被打破，或者是原料，中国大陆的原料就是那么便宜，就是那么好买，就是那么多。那时候那个红色供应链的顾忌又被打破。你刚才讲可能是关键原物料那些的这个全球里面都在头痛这个问题。日本曾经因为钓鱼台的关系，所以从中国那边也中国就用那种稀土嘛，去管制日本，就让日本的企业觉得痛。所以当时日本也曾经努力过，如何是说，我的钢材里面。如何不要用到稀土曾经也这样，但是毕竟还是相当有限了。这个是科技上，日本想的策略是这样。那美国或者是川普等等，他想的方法是去格陵兰去哪里，对不对去想办法去找稀土。其实我觉得稀土并不稀有，只是别的国家不太愿意，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是开采稀土要牺牲一些生态环境里面的因素。但是中国他愿意这样去做，所以他有这能力了。他其实他蕴藏量不是全世界最多，但是他产出量是全世界最多。这个的确这个是一个痛点。这个然后全球里面是试图是去化解，比方说有些产品 recycle 的时候可以把稀土在这个就是用各种方式。那的确来讲说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科技战里面。中国是会拿这个当做一个 defense 的或者对应的一个策略了。那个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里面的话，那个从台商也好，或者外资也好，我们刚才讲的说是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可是我们先少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国里面的一些外资，真正的就是 China Plus One 之后，他就不要中国的市场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是另外有一个口号，对不对 ？In China for China， 这是当地化。就是外资也会想说我这是产线，我的生产，我的 business model， 以前都是我叫三角贸易嘛，外销订单来了，对不对？生产完毕，我的出口，似乎来讲是说，至少我们台上似乎来讲说，我的产出跟当地只有土地有关系，水电有关系，用人有关系，就这样子，跟市场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用 China Plus One 也好，或者是非红供应链等等。会进行一个供应链上切割，事实上也会形成一个市场上的切割。你既然在中国了，你是不是就返回来？三角贸易就不是我的主要的策略，我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就转回来，叫服务中国市场。所以说 ，in China for China 是这样，是这种模式。的确是在发酵当中。那这种发酵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值得蛮关注。那些企业里面的在地化的时候，已经不是过去的，所以那个德商，在中国的德商商会里面就喊出一个口号，叫做在地化3.0。第一次在地化里面就是说我进去投资的时候，中国就讲说，我要好好学习你，所以我要跟你合资，对不对？所以你要在中国合资，有一点，好像有很多企业是斑血泪啊。对。而且这个 in China for China， 好像还要看看这个 China 以后的愿不愿意把这些产品吃下来吧。我们就学习它有一个学习过程嘛，对不对所以2.0它就喊出来，就外资你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3.0的话，就有各种 story， 也讲说，股权是不是在地化？那我看的是很多台商里面，其实的样态是他的高管
高阶管理人员、CEO 可能就是用入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啦，它是一个关系，有关系你就可以做很多行销，做很多模式，所以最有关系就在地人嘛。好，那我们可以发觉讲说，好了，我供应链在地化，我市场在地化，好，那就我要筹资嘛，也可以在地化。那到最后人员的话，最后一块的人就是高阶管理人员，总经理、CEO 是用在地。那我们目前为止是台商比较不愿意什么就股权释出，比较不愿意走到这样。但是目前呢，到 CEO 在地化里面的话，当地人才的确已经是一个蛮有进展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这一集听起来，台湾企业可以，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现在很红的 AI 的生产链，掌握国际间对于非红供应链的需求，然后好好发展，其实是还蛮大有可为的。其实主持人，你这边讨论一个问题，其实是 AI 还会红多久，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说，是像那个苏之峰不是说现在才3局，那因为后面还有6局，当然还很久哦。对啊，如果说你的局数拉得越长，你是对 AI 晶片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我们刚才讲是云端运算里面，在数据中心、运算中心里面会有 AI 的需求。那边缘运算地端。就是我这 local 叫 AI 的 PC 里面也需要 AI 晶片，看起来还是有需求。然后另外一个机器人呢，关节也好，颈部也好，什么地方里面都是有实体上的 AI， 就看起来 AI 的晶片还是会在。如果说这样子一直发展下去，难怪台积电讲说在 Arizona 为什么还在继续扩厂。它也不是说在台湾停止扩厂，只是在 Arizona 也可以有另外的扩厂这样子。下一次的节目，我们要跟所长好好聊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还有跟台湾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值得关注的。那我们先谢谢所长，也谢谢观众朋友的加入，我们下一次再会喽，拜拜。好，谢谢，好，谢谢。